我重生了，这是永安27年的牡丹宴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在这里被构陷冲撞明惠公主私藏禁物，百口莫辩，一道圣旨将我强塞给顾燕青，从此坠入万丈深渊。沈小姐，公主殿下有请。明惠公主与顾燕哲母子一喜，今日这局少不了她的手笔。他们是要当众毁我清白，逼我就范，我必须立刻脱身。这位姐姐，民女衣裙沾污，恐御前失仪，烦请禀明公主，民女需前往偏殿更换衣服，片刻便回。锦儿，速去寻大少爷，让他即刻来西偏殿，切勿声张。废物，让你带个人都带不来。公主饶命，奴婢该死。还不快去通知侯爷，就说人去了西偏殿，让他看着办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沈小姐，这么巧，你也在此。侯爷，请你自重。顾延清，上一世你母子联手毁我一生，这一世我绝不会任你摆布。沈小姐，本侯自初见你那日起，便对你情根深重，愿以8抬大轿娶你为永宁侯夫人。永宁侯，光天化日你擅闯偏殿，对我妹妹动手动脚，意欲何为？沈怀旭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沈福陵，是你故意引我过来的。侯爷怎可贼喊捉贼？明明是你不请自来，擅闯偏殿，对我肆意拉扯，如今反倒血口喷人，倒打一耙。本想制造纠缠假象，让皇上赐婚，全被这沈怀旭搅黄了。我不过是听闻你裙摆沾污，前来探望，何曾对你动手？探望？永宁侯府的礼教，就是教外男可以只身闯入未出阁女子的更衣之处，与其拉扯纠缠，你分明是蓄意滋事，败坏我妹妹清誉。沈福营，本宫好意邀你赏花，你竟擅自离席，躲入偏殿，还与永宁侯在此独处，成何体统？冲撞公主，又与侯爷独处，这罪名可不小啊！今日牡丹宴，皇上特许沈家参加，本是天大的恩典。此事一出，沈家怕是要大祸临头了。公主明鉴，舍妹因失了裙摆，恐御前失仪，才前来偏殿更衣。草民是受妹妹之托送来干净衣物，刚到便见永宁侯对舍妹动手拉扯，绝非舍妹蓄意与侯爷独处。民女一路走来，沿途宫人皆是见证。永宁侯擅自闯入偏殿，意图拉扯民女，蓄意陷害，还请侯爷给民女一个说法。陛下有旨，宣永宁侯顾燕清、沈家嫡女沈福环、沈家大少爷沈怀旭、沈家家主沈周即刻前往太和殿见驾。闹到皇上面前正好，舅舅本就属于我与沈家联姻，今日正好请他赐婚。沈福元，你终究是我的。怀孕，皇上面前凶险万分，你可有把握？哥哥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顾侯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会出现在西偏殿？皇上，臣冤枉了！臣与沈小姐两情相悦，早已私定终身。今日是沈小姐约臣去西偏殿相见，臣只是赴约而已。没想到沈大少爷突然出现，还污蔑臣对沈小姐图谋不轨。既如此，皇上，此乃捏造。民女与永宁侯从未私定终身，更不曾约他去西偏殿，是永宁侯不请自来，意图败坏民女名声。你撒谎，明明是你约我。皇上，臣有证据。那个带沈小姐去偏殿的宫女可以作证。传那个宫女。回皇上，奴婢确实看到沈小姐约永宁侯去西偏殿。你胡说，信口雌黄！皇上，民女出入宫闱，怎敢大胆到寻宫女给外男传话？这分明是蓄意陷害。民女打湿衣裙前往西偏殿更衣，一路皆有宫人见证，皇上可派人查问，一查便知。奴婢没有撒谎，奴婢不敢啊！皇上，草民家教甚严，小女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不知廉耻之事，分明是有人设计陷害，求皇上为草民做主。沈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与福元真心相爱，怎会是设计陷害？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朕看此事不过是一场误会。顾侯爷虽行为失当，却也是因对沈小姐情根深生，不如朕做主，赐沈福仪为永宁侯正妻，择日完婚，既保全了沈小姐名声，也成全了你们的好事。必须拴住沈家，让他们来填补国库的亏空。谢皇上恩典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皇上，请三思。怎么？你们想抗旨？
莫不是堂堂永宁侯，还配不上你沈家的女儿？草民不敢。沈福英，你竟让我当众出丑，但我娶了你，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既如此，皇上，臣女不愿。沈福英，你敢抗旨？臣女并非抗旨，只是早已心有所属，此生非她不嫁。若皇上强行赐婚，臣女唯有一死，以成名节。好一个非她不嫁！朕倒要听听，是哪家的公子能比永宁侯还金贵？沈福云，你说，你心里的人到底是谁？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跟我顾燕青抢女人。臣女的心上人是摄政王萧寒渊。不可能！萧寒渊远在边关平叛，半年都未回京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你撒谎！你一定是在撒谎！这是摄政王的血玉扳指。回皇上，正是，这是摄政王3年前亲手所赠的定情信物，见玉如见人。他曾允诺臣女，待他平定边关，便会回来娶我。没想到沈小姐竟与摄政王有婚约，难怪沈小姐敢拒婚，原来是有摄政王撑腰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摄政王从未向朕提起此事。摄政王一心为国，不愿因儿女私情耽误国事，故未声张。若皇上不信，可等摄政王回京，亲自问他。这枚扳指是萧寒渊的贴身之物，除了他亲手相赠，无人能拿到，怎么偏偏是他？萧寒渊手握重兵，此刻又在边关平叛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绝不能得罪。既如此，赐婚之事容后再议，等摄政王回京，朕再做定夺。皇上，不能啊！他定是撒谎，这扳指是他捡来的，是他偷的。够了，退朝。沈福英，你竟拿萧寒渊来压我，就算他有通天本事又怎样？他远在边关，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一定。他护不了你一辈子。我顾燕青发誓，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。萧寒渊，虽然你此刻不在京城，但你的名字已足够护我一时。吓死我了！傅英，你刚才简直是刀尖上跳舞！万一皇上不信你，或者摄政王回来不认账，我们沈家就完了，满门抄斩都是轻的。是啊，妹妹，你怎么敢说你和摄政王有婚约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！爹，哥，我没有撒谎，我确实认识摄政王，这枚扳指也是他亲手赠我的。什么？你真的认识摄政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锦儿，你看那边草丛里是不是躺着个人？小姐，是个公子，胸口插着支箭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还有气，快，我们把他扶到前面那座破庙里去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是？是我家小姐救了你，你都昏迷2天2夜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姑娘救命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这枚扳指你收好，日后若有难处，拿着它去京城摄政王府，他们定会倾力相助。竟然是他！原来如此，竟有这般渊源。可摄政王正在边关平叛，何时才能回来？万一永宁侯再施阴招，他不敢。如今顾燕青知道我有摄政王撑腰，绝不敢轻举妄动。而且摄政王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老爷、大少爷、小姐，宫里传来消息，摄政王在边关中了敌军埋伏，全军覆没，已经战死沙场了。
什么？摄政王战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上一世他明明平定了叛乱，平安回京，这一世绝不会变。千真万确，800里加急送来的消息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。顾燕青一旦知道摄政王战死的消息，定不会放过我，他一定会卷土重来。哥，召集所有家丁，加强神府守卫，把大门锁死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莹莹，你是担心永宁侯会来强抢？爹，萧寒渊不会死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会守住沈家，守住我自己。顾燕青，你休想得逞！沈福营，给我滚出来！陛下已有口谕，命你即刻随本侯入府。永宁侯，你伪造口卷，威逼民女，简直无耻之尤！赶紧带着你的人滚！京城72家商户已联名上书，将你此前强夺商货、欺压百姓的恶行公之于众。联名上书吓唬谁呢？皇上可是我亲舅舅，陛下亲口命本侯接你妹妹入府，你敢抗旨？到时候别说你沈怀旭，就连你们整个沈家都保不住。顾燕青，你想以权势逼我就范？做梦！上一世我忍气吞声，换来的是家破人亡，含冤而死。这一世，就算拼个鱼死网破，我也绝不再嫁你这个畜生！沈福营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本侯说过要娶你做正妻，现在摄政王已死，没人能护着你。陛下也已默许这门亲事，我劝你乖乖跟我走，否则抗旨之罪，株连九族！你做梦！顾燕青，我沈福英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卑鄙无耻、不择手段的小人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撞门！什么声音？本王的未婚妻，谁敢动？萧寒渊，你没死，你竟敢擅闯沈府，这可是京城，你别乱来！本王的地方想来就来，倒是你，永宁侯，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家丁强闯民宅，强抢本王未过门的妻子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？她不是你的未婚妻，她是皇上赐婚给我的，是我的。本王倒是不知，皇上是何时赐的婚，本王怎么没收到旨意？摄政王明鉴，皇上根本就没有赐婚，只说赐婚之事等您回来再议。这永宁侯刚才还扬言要毁了我们沈家，绑走我妹妹回去强行拜堂。顾侯爷，本王奉旨平叛，持天子剑，可先斩后奏。你今日强闯王府，意图劫掠王妃，按律当治何罪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本王给你3息时间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沈府，否则休怪本王剑下无情。我走，我马上走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回来了。我谎称是你的未婚妻，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是被逼无奈。顾燕妻想毁我名声，强娶我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3年前竟然破庙一别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只是边关战事吃紧，才耽搁到现在。既然你已经当众说了是我的未婚妻，不如就假戏真做。你说什么？嫁给我，顾燕青和皇上那边，我来摆平。以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和沈家。我是认真的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护你一辈子，天经地义。那明日一早，我便进宫求皇上赐婚。舅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萧寒渊他强抢沈福余，还带兵威胁我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您这个皇上？燕青，你先起来。萧寒渊刚平定边关，功不可没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舅舅，他萧寒渊就是看沈家富可敌国，才谎称和沈福银有婚约的。沈家的钱本该是孝敬您的，他凭什么横插一脚？摄政王到！皇上，
臣有事启奏。摄政王免礼。韩渊啊，你这次大败敌军，居功至伟，朕不是让你在府里好生歇着吗？你的身体最重要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议。皇上，臣今日前来是求皇上赐婚的。这是臣3年前赠予沈小姐的定情信物，臣曾允诺她，待臣平定边关，回来便娶她为妻，还请皇上成全。不行，皇上，臣和沈小姐早已私定终身，她不能嫁给摄政王。永宁侯有何凭证？是有媒妁之意，还是有3书6聘？若都没有，就不要再次胡言乱语，污蔑本王妃的清誉。既然如此，朕便赐婚，封沈福营为摄政王妃，择日完婚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是他萧寒渊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侯爷何必如此动怒？气坏了身子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奴婢懒惰，奴婢只是看不惯摄政王那般霸道。明明侯爷和沈小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却被那摄政王生生拆散。奴婢为侯爷不值。还是你懂我，不像外面那些势利小人，见风使舵，都围着萧寒渊转。奴婢愿意一直陪着侯爷，不管侯爷变成什么样，就算全天下人都负了侯爷，奴婢也会守在侯爷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顾燕青的人，跟我回侯府。谢侯爷恩典。都给我滚出去！今天这店不营业了，滚！顾二公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还在做生意，您不能这样啊！一群臭商人！我哥说了，沈家欠我们顾家的，这店里的绸缎全部搬走抵债。顾二公子，天子脚下，你如此强取豪夺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我舅舅是皇上，王法就是我们顾家定的。沈怀旭，识相的就把绸缎交出来，不然我砸了你的店！你给我住手！沈怀旭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大少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先收拾一下，这怕只是个开始。顾家人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这个逆子，竟然把个来路不明的烟花女子带回府里，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娘，蓝朵不是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她是真心对我好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看不起我，只有她陪着我，您还要我怎样？真心对你好，她是冲着我们侯府的钱和权来的。等你没用了，她第一个跑。哥，快给我拿5000两银子，我欠了赌场的钱，他们说再不还就打断我的腿。又欠了5000两，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？府里的钱早就被你败光了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被他们打死了，到时候你就没有弟弟了。主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上让咱们侯府捐10万两银子充作军饷。10万两？我们连1万两都拿不出来了。造孽啊！好好的一个侯府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要是你没用，那日若是成了，那沈福英就是我侯府的人。沈家那么多的产业，我们何至于此啊？都怪沈福兴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，我要他生不如死。现在府里1分钱都没有，皇上又催着捐银子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侯爷，您别着急，奴婢有个办法，能让沈家彻底垮台。到时候沈家的钱，不就都是您的了吗？什么办法？快说！侯爷，您看，沈家的生意遍布南北，还和西域有所往来。我们可以伪造一封沈家与外商往来的书信，说他们私吞贡品，意图不轨。到时候皇上要是生气了，
查封了沈家的产业。这能行吗？沈家现在搭上了摄政王，要是被查出来，我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怕什么？只要我们做的天衣无缝，谁能查出来？再说了，皇上本来就眼馋沈家的钱，只要有证据，他肯定会顺水推舟，乐见其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侯爷英明。各位掌柜，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宣布。从今日起，沈家所有的生意断绝和永宁侯府的一切往来，一丝一毫的瓜葛都不许有。小姐，我们和侯府合作了10几年，突然断绝往来，损失恐怕不小啊。无论损失有多大，都必须断。谁敢阳奉阴违，立刻逐出沈家，永不录用。上一世就是因为和侯府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才让顾燕青有机可乘，摸清了我的底细，最终导致沈家灭门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。小姐说的对，顾燕青狼心狗肺，竟纵着兄弟砸我们铺子，我们早就该和他一刀两断了。传令下去，京城所有与沈家有关的商户，谁敢卖1粒米1匹布给永宁侯府，就是与沈家为敌。是。公主，侯爷，米缸见底了，菜市场的商贩都不肯卖给我们粮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不想活了吗？回公主，是沈福英下的令，谁敢卖给我们东西，就再也别想在京城做生意。现在不仅粮食，连布料、煤炭都买不到了。沈夫人，你好得很，你竟敢断我侯府生路！傅莹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永宁侯，我们之间无话可说。不，有的。傅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设计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我发誓。这不是永宁侯吗？人家沈小姐大婚，他来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他之前不还让他兄弟去砸人家的铺子，现在又来装深情，恶心。顾燕青，我沈福莹今日在此当众宣布，与永宁侯府老死不相往来。此前沈家商铺借给侯府的所有钱财，限你3日内全部归还。逾期不还，我会收回侯府抵押给沈家的所有田产、商铺，1文钱的情面都不会留。福莹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我们好歹相识一场啊！绝情？上一世你毁我一生，灭我沈家满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绝情？顾燕青，我们之间早就恩断义绝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请你滚开！起轿！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敢占着正妃的位置。兰朵怀了我的孩子，这正妃之位，你今天就给我让出来！姐姐，你就识相点吧，侯爷早就不爱你了，要不是看在沈家还有点钱的份上，早就把你赶出去喂狗了。侯爷，沈家通敌叛国，被判满门抄斩，已行刑完毕。如此正好，反正沈家也没什么用了。是你，顾燕青，你不得好死！是我又怎么样？沈福英，要不是你沈家富可敌国，你以为你有资格做我永宁侯府的女主人？现在沈家完了，你也该去死了。落轿！别怕，从今往后有我在。我萧寒渊在此立誓，此生绝不负你。今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也不会再让你流一滴眼泪。朕打算在骊山修建一座行宫，以供避暑之用。只是国库空虚，朕想着沈家富甲天下，不如就让沈家捐500万两银子，如何？
皇上英明，沈家世代经商，家财万贯，捐500万两不过是9牛1毛，能为皇上分忧是他们沈家的福气。是啊，沈小姐身为摄政王妃，为皇上分忧，理所应当。皇上，500万两实在是，草民一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啊。怎么，沈家主是不愿意为朝廷分忧，还是觉得朕的行宫不配用你沈家的钱？皇上，臣有话要说。讲。南方近日连降暴雨，河堤决口，数十座城池被淹，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当务之急是拨款赈灾，抢修河堤，而不是修建行宫。还有，工部去年刚贪没了300万两，这是臣查到的铁证，请皇上过目。既然如此，行宫之事暂缓，赈灾要紧。南方的灾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河堤决口几十处，百姓们没吃没穿，瘟疫横行。可国库空虚，连50万两赈灾银都拿不出来，根本不够修河堤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王爷，这里是300万两银子，你先拿去修河堤、赈灾民吧。扶英，这太多了，这可是沈家的大半积蓄啊！你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命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还准备了10万担粮食和大量的药材，商队明天就运往南方。另外，我让沈家最好的工匠们也一起去帮忙抢修河堤。谢谢你，福英。等灾情过去，我一定奏请皇上表彰你的功绩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善举。我不需要什么表彰，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你能平平安安的，我就知足了。沈家捐了300万两赈灾，摄政王还要亲自去督办河堤。可皇上呢？他还在想着修行宫。这大靖的江山，迟早要毁在他手里。娘娘，您别忧心了，当心身子啊！本宫怎能不急？去，悄悄传话给摄政王，就说本宫有要事相商，请他入宫一趟。摄政王免礼，坐吧。南方灾情你都安排妥当了吧？回娘娘，300万两赈灾银已入户部，10万担粮食明日启程，臣后日便动身南下，亲自督办河堤修缮。难为你了，国库空虚，连赈灾都拿不出钱。可皇上呢？满脑子都是修行宫，想着怎么逼沈家捐钱填他的窟窿。去年工部贪墨的那300万两工程款，皇上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却只是罚了尚书3个月俸禄，不了了之。他留着那些蛀虫，不过是为了制衡你罢。摄政王，你是太祖亲封的辅政王，是大靖最后的柱石。本宫今日找你来，别无他意，只是希望你能多为天下苍生想一想，这大靖不能没有你了。怎么了？皇上不甘心，竟然联合了京城10几家商户，让他们恶意抢我们的生意，压低价格排挤沈家。最近沈家的绸缎庄、米铺都没什么客人了。皇上以为用这点小手段就能打垮沈家，未免太天真了。你想怎么做？那些商户之所以敢和皇上合作，不过是因为皇上许了他们免税的好处，但他们每个人都不干净，偷税漏税、走私货物以次充好，只要找得到证据，不管哪一样都够他们喝一壶的。这事交给我，你安心准备南下赈灾的事，其余的我来处理。去查京城所有商户的账目和货单，3天内给我结果。皇后娘娘突然宣你进宫，所谓何事？她想让我扶持太子，我没有答复她。
后日我便要动身南下，你在荆州万事小心，若有急事，拿着扳指去调我的亲卫军。你也是，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又是萧寒渊！你疯了！你竟然要娶大理寺少卿的女儿？那老狐狸是出了名的精明，要是被他发现我们伪造书信陷害沈家，我们全都得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府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他夫人给他女儿备了那么多嫁妆，不逊于沈福衍，不娶她，难道等着全家饿死？当初你答应过我，搞垮沈家就娶我做正妻的。现在沈家还好好的，你反倒要娶别人。现在府里没钱，我不娶她，难道你要陪着我喝西北风吗？你能不能懂点事？你干什么去？我走，省得在这里碍你的眼，让你娶你的高门贵女去。你要是敢踏出这扇门，就永远别回来。侯爷，皇上宣您即刻进宫。王妃，顾艳莹和兰朵已经彻底闹翻了，兰朵今夜似乎有所异动。很好，继续盯着他们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顾艳莹、兰朵，你们欠我的血债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萧寒渊带着沈家的300万两银子，只用了3个月就修好了所有决口的河堤，开仓放粮，救了几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。现在南方百姓家家户户都给他立生祠，他的声望越来越高。再这样下去，朕的皇位都要坐不稳了。皇上，这都怪沈福秦，要不是他出钱帮萧寒渊，萧寒渊怎么会得民心？他们分明是在收买人心，意图不轨。再过3日，萧寒渊就要回京了。他有10万大军护着，朕动不了他，但他的软肋在京城。沈福营就是他最大的软肋，也是他最大的弱点。臣愿为陛下分忧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沈福勇每月15都会去宝禅寺上香祈福，你派人暗中监视，寻机将他以涉嫌私通商户、扰乱市舶之名带回盘问，切记不可伤及性命。更不可留下痕迹。朕知道你想娶大理寺少卿的女儿，事成之后，朕把她指婚给你，再赐你15000亿。谢皇上恩典，臣绝不会让陛下失望。记住，此事若是出了差错，你自己担着，朕不会保你。臣明白。小姐，快跑！我们拦住他们，快啊！沈福渊，乖乖跟我走，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否则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谁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伤害本王的王妃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！萧寒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还在回京的路上吗？王爷，找到了这个。顾燕青，原来你不仅刺杀摄政王妃，还敢伪造证据构陷忠良，我看你真是不够。来人，押着他进宫，本王要当着皇上的面问问他该当何罪。皇兄，求你饶了燕青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。你要是杀了他，我也活不成了。皇兄，你看在死去父皇的份上，饶他一命吧。不是朕不饶他，他刺杀王妃、构陷忠良，条条都是死罪，朕也无能为力啊。皇兄，你答应过
说父皇要好好照顾我的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我只要你刘彦清一条性命，我求你了，皇兄。也罢，朕就免他一死。皇上，即日起废除顾彦京永宁侯爵位，贬为庶民，终生圈禁在侯府，不得踏出半步。摄政王毕竟摄政王妃也无大碍，看在朕的面子上，你就退一步吧。废物，竟然这么快就被抓了，看来我得另做打算了。兰朵，我怎么越来越没力气了，连手都抬不起来了。侯爷，您只是最近太累了，思虑过重，喝了这碗安神药，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就好了。顾燕青这步棋已经废了，趁着明惠公主忙着筹钱给顾燕里还赌账，我得赶紧跑路。一旦我的身份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顾燕青，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？我接近你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搞垮沈家，扰乱大晋朝局。没想到你这么没用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把他搬到西偏院去，那里清静，正好适合他这个废人。夫人，这样不好吧？西偏院是荒院，他毕竟是侯爷。什么侯爷？他现在就是一个废人，一个庶民。赶紧去，不然我连你一起赶出去。我好后悔，如果当初并没有害沈福玉，如果当初没有贪心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这是报应，报应啊！娘，救我！我的腿被打断了，娘！怎么会这样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是谁？是赌场的人，他们说我欠了10万两，不还钱就打断我的腿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不是才给你还了5万两吗？你怎么又去赌了？我们家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，拿什么给你还啊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拿着包袱要去哪儿？你不准走！要不是你蛊惑燕青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走，难道要留在这里和你们一起等死吗？你们这对废物母子，活该有今天。公主中风了，以后恐怕都站不起来了。我错了，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谁来救救我啊？我不想死。听说了吗？户部尚书借修行宫之名强征民夫，还搜刮民财，我家邻居的老汉都被抓去，活活累死在工地上了。可不是，我哥昨天也被强征去做工，听说工地苦不堪言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死了就随便挖个坑埋了。前几日张御史弹劾户尚书贪腐，竟被奸臣构陷，全家流放边疆，天理何在呀？那贪没300万两的王尚书，靠巴结皇上，反倒升了官，真是颠倒黑白，这世道没法活了。如今奸臣当道，民怨纷腾，皇上疏于朝政，再这样下去，大晋江山堪忧啊！娘娘，现在唯有摄政王能稳定朝局，肃清奸佞了。摄政王，皇上近来龙体欠安，已无力处理朝政，朝中奸臣乱政，民不聊生，边疆又起战事。本宫恳请你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辅佐太子监国，稳定朝纲。大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娘娘放心，太子仁厚聪慧，臣早有此意。臣已与6部尚书商议妥当，3日后便会联合奏请皇上，由太子暂代朝政，肃清奸佞。有摄政王在，大晋无忧。本宫代天下百姓谢过摄政王。把大门锁死，所有家丁分成3班，轮流守卫，不得懈怠。暗墙周围都放上火把，一旦发现可疑人员，立刻放响箭示警。是王妃。皇上龙体欠安，奸臣恐借机作乱。王爷已带着宗亲和朝臣进宫奏请，我们严守府中，谨到消息，谁敢擅闯，格杀勿论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禁军以搜查西域细作为由要硬闯王府，他们人很多，我们快挡不住了。不要慌，按照我之前的安排做，拦住他们，不可主动冲突，但绝不许他们踏进王府一步。禁军听令，皇上口谕，即刻撤回，不得惊扰摄政王府上下，违令者斩立决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担心死了。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宫里怎么样了？成了，皇上已答应明日下旨传位给太子，由我辅政，奸臣尽数查办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太好了，终于结束了，我们终于熬过来了。朕今日登基，传第1道旨意：
即刻释放所有被强征的民夫工匠，严查贪官污吏，不论品级，一查到底，免除全国3年赋税，休养生息，与民更始。朕初登大宝，年幼德薄，还请摄政王与朕一同整顿朝纲，匡扶社稷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，不负天下百姓。启禀陛下，摄政王，西域细作在边境街头时被抓获，晋军已将其在客栈捉拿归案，请陛下发落。好，将其打入天牢，严加审讯，务必挖出幕后主使。听说了吗？西域细作竟然潜伏到京城了。之前永宁侯不是带进府一个舞姬吗？他就是西域细作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将永宁侯府涉事之人全部问责了。现在奸细清除了，贪官也被清算了，赋税也免了，日子终于有盼头了。听说摄政王妃把沈家生意做到了西域，现在咱们大晋的丝绸茶叶在西域都抢着要呢。沈家真是咱们大晋的福星啊！天下终于太平了，往后余生，我会陪着你，看遍这大晋的万里河山，春赏花，夏听雨，秋望月，冬踏雪，再也不分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